哇，来这个重磅的了啦哦，对居然我们以为拍过了，对对啊，重要到有一种事情叫做重要到大家都认为定有，结果后来却都忽略，没有对对，这就属于对啊，这因为种型的。问到这一支说，有没有拍过？有没有说拍过？怎么可能没拍？对啊，这么有名的哦，没拍，真的没拍。真没拍过。好，对那我们今天要把它补起来。嗯，当然请到最熟悉这一支的专家，就非学姐莫属了。对对对因为学姐至少跟他相处了10年20年吧。没有啦， 10年了，10年了， 10年10年10 OK 年10年，也没有到10年，应该8年。 8年。对，那这一支先让学姐简单带一下，好不好？简单介绍一下嘛。哎它其实也算是，它算是 Creed 在 Creed 全世界卖最好的，哦其实不是阿文吐司，是它，真的啊，因为这支男生女生都可以。是那阿文吐司只是在亚洲很受欢迎， OK，对，但是在全世界是这一支卖最好应该算是这一支，在美国卖银色山，泉在美国卖最好的是爱尔兰之星。哦，原来是这样。就每一个地区喜欢喜的香味还是欢的不一样不大一样。确实那这一支会全球卖最好，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男女都可以喷。OK 哦对啊，这支好好玩。对，那这一支我自己也有闻过，我有印象。那它就很像在山上融雪的那个味道，银色对的，我山泉。也觉得它很像高山森林那种芬多精的气息。是 OK。好，那这一支在台湾柜上卖的好吗？这一支还不错啊。也都还不错。阿文吐司、银色山泉、女生的目光，这3支是台湾卖最好的。的招牌的对。OK， 好，那林心娣对这支的概念又是什么嘞？这是概念就是一直常听到，然后客人常常问，然后这支我记得就是你刚刚讲说，味道像它的名称一模一样，银色山泉，就像在那种高山的山泉那种冷冽感，对，印象中是对，哇，那这非常符合夏天来用哦。对，但后来我觉得这样子的味道，其实在冬天其实也适合也可以，对，它会更显出它的清凉感，对 ，OK，但不会到冷啊，是那种清爽感，就是它的香味会更凸显。好对啊，好，那非常的期待，我们直接来开这一支试试看，好不好？新的哦，全新的啊，全新的，为了要拍这个就给它真的开下去给它开下去了这样子。我现在已经麻木了，我现在已经对这个麻木了。 100ml 的，意思是他们可以来试香了。对，对，没有试过的朋友可以来试香看看没错哦。好哎，银色山泉，对，它每一个里面都会放一个超美的。创办人跟现在的经营者的照片。那它有一个那个羽毛的 logo，对不对？这个也是皇室认证的羽毛 logo，因为 Creed 这个品牌当初是英国，他是英国人哦，他只是因为他后来被法国的皇室请他们移民到法国去，是所以才会造成现在你英国也有一个独立门市，然后法国也有一个，那大家会搞不清楚它到底是法国品牌、英国品牌，其实都所以其实它是英国，它其实是在英国创立，只是被法国的皇室请到法国去成立公司，然后成立工作室帮皇室制作香水。所以它有英国皇室的认证，然后它也是法国皇室喜欢的调香师。是。那其实这个为什么？其实，在欧洲这种事常有啦，因为他们这个国界呢，大概是在这个大概旁边，大概在19初多年的时候，才开始把这个国界比较确立。那但是他们以前多半都是民族跟民族之间了哦，就很像说啊，其实这一次我去这个西班牙，大家都说哥伦布哇帮西班牙开出了新路线，所以他是西班牙人吗？不是，他是这个热内亚人，就是意大利人。对，那他最早去葡萄牙提案，说因为葡萄牙有海洋学校嘛，而且他们是离这个大西洋是最近的，对，这个西班牙都隔着它，对不对？那是葡萄牙说我自己就有我自己的海军学校了，我还用你这个 idea 干嘛？以前欧洲葡萄牙的海军是最出名的，是，对。所以他去提案，葡萄牙拒绝他，他又去西班牙提案。没错。那时候西班牙为了展现自己国力也是可以不输给葡萄牙，所以采纳他的提案，就整个开始大航海时代。所以哥伦布不是西班牙人。对，他是
意大利人。他是提案者，就有点类似那个。对，所以你要找到好的投资者，就是他找到了这个伊丽莎白女皇资助他。对，好不好？这个以后我们再说。我们刚才一次的三权讲一下好了。不会，等一下喷出来就觉得这些国家的感觉都有。哦，好，来，那学姐先。真的是新的，压了2下才出来。好。我觉得它前面一开始那个清凉感是我最爱的。这样闻就很舒服的。这个其实有一点，我现在如果回头来闻，有一点橙香，橙啊，有比较透薄的这种橙香，对不对？有。那带出这种高山冷冽清透、全白色的，视觉色系。他们家最厉害就是前段的那个佛手柑，因为Creed 的家族自己有自己的佛手柑园，所以它几乎每一支前面都几乎都有放佛手柑。是，对，那种很柑橘香气很强的那一种，带一点柠檬香气，但这个其实是佛手柑。那但是我觉得最厉害的是佛手柑这种柑橘类多半都是出来一下就拜拜了，对不对？对。但是这一家 Creed 厉害的地方是，它可以把这个柑橘锁住，然后又可以停留的比较长一些。我觉得这个是它厉害的功法，我不晓得它怎么做到。我觉得是它的佛手柑的香气会让你从嗅觉的印象停留到你的脑袋里，你就会一直觉得它都在。是OK， 好，那前调是不是请学姐先帮我们讲一下？目前前调在你身上怎么呈现？很大的感觉。其实你会闻到那个凉凉的木质调啊，是白松香。白松香。所以它让佛手柑的香气不是一刹那，而是更明显。对。OK。然后有白松香，如果调得好，你就会觉得闻起来是很清爽舒服的木质香。那有的调香师，有的人会觉得白松香会带点辛辣的感觉。有，微微的，对。可是我觉得这一支综合了佛手柑跟白松香那个冷冽感，我个人觉得很像我到阿里山高山看那个神木，然后木头的气息在空气里冷冽的那个氛围。有的人觉得那是芬多精，就是那个感觉，我觉得很像。然后就是一开始就给你很舒服的香气。我觉得这一支就是因为一开始的这个感觉，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中性的香水，所以男生女生都会很爱这个香味。OK， 好，那又很实穿。林经理呢？林经理觉得这一支前调，我觉得它有那个木质的底之外，就是有把那个我闻到一个绿调感、绿叶感，加一点点那种很像茶香气。我觉得有那种感觉，就有点那种带一点绿感，然后再加一点很像那种我们泡茶，但是它不是像我们乌龙茶，它比较像类似偏英国伯爵茶那一种的那种茶香的感觉。对，虽然它写的是绿茶，但我觉得也是偏伯爵茶的茶香。对，那你这样讲，我倒觉得有点像在高山上。你知道不是要去爬那个圣母峰，他们中间不是会先有一个在那边休息站，对，在那边先让你适应高山，然后却在那边搭营，那搭营的时候，你就要先适应这个气温，还有这个压力，对不对？那你会在那边喝一下温热的茶，温热的茶。对，它现在味道反而它刚的那个冷，我觉得已经开始没有了，就在我身上，我觉得比较多一点那种。暖暖的茶香的味道多一些。你有讲到这个茶香，我就很有印象。像这个《当荒野求生记》，他去这个雪地里面，然后过了一夜之后，他要提振精神，他就抓那个松针叶，有没有？然后因为你没有任何调味嘛，你就松针叶抓一把，然后丢到了这个水里面，然后去滚开。光喝这个松针叶的茶，直接喝松针叶。对，他说这个也会让你重新提振精神啊。对，因为冬天是非常冷，你很容易
想要窝着，然后想要睡嘛，对不对？但是你这个松针叶它会提振精神。那我觉得你讲的这个茶香就有点那种松针叶的那种味道。有，因为松针叶凉凉的，它就是带一点，它的香气也是凉凉，那种木质香气，对，那这一支我印象很深刻，是它中后调。我说它就很像山上的雪融化之后融雪的味道。高山嘛，冷冷的冷冽，那雪融化就会成为了水，银色山泉，所以这个名字取得真的是很好。但目前前调，我现在闻到的是带一点松针叶的绿调茶香，好像煮开来的。还有一点这个柑橘、佛手柑，但是藏了一些花香在里面。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闻到花在里面。哇，我觉得它这个真的越闻越好闻哎，我又重新爱上它了。它其实很耐闻。对，这一支就是因为它的，其实它没有花香，可是你真的会闻到微微的花香，真的。我们一开始卖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觉得它里面有花香，虽然它的香调表里面没有写。但我们真的都觉得有啊，然后对，然后它真的是要展现阿尔卑斯山上涌泉的那个香气，所以你会觉得冷冽，你会觉得有水汽感，你会觉得雾气，然后或是因为就是高山那个冷的雾气，或是你会觉得有雪地的氛围，其实都有。我必须说它调得很厉害，就是它真的都让你感觉到阿尔卑斯山上会有的那个风景或情景，它都有在香水里让你感受到。那个森林间的那种气息也都有存在里面。是的，好 ，OK。那我们前调，先留到这边。目前还是不断的在欣赏它这中间的变化，很像你在阿尔卑斯山冰天雪地里面，你要知道，越是深山，越到高山，它的天气的风云莫测，其实是更加的让你捉摸不定的。是的，你上一秒还好了，下一秒可能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雪球来了。我觉得跟我们现在闻到了这一支银色山泉一样，在高山上的味道，一直不断的在改变，很像气候一直不断在变化。回头再来跟大家讲一下，看看它会成为什么感觉。对，待会见。OK， 拜拜。拜拜。银色山泉后调回来了。对，我们中间休息了一下，吃了一下东西，对，吃了一下烤鸡，所以学姐忘记补口红，我不想补了，就这样吧，就这样吧，这样才有银色山泉这种冷冽，嘴唇都冷到发紫了这样。好，来学姐先好了。它中间有一个臭氧调，所以我觉得银色山泉很特别一点是，常常有客人都会说，我觉得银色山泉很快就没味道。其实不是，是因为它中间的臭氧调会一度让你觉得它似有若无。但是过了这个臭氧调，其实它会再回头，它会这么妙。所以它就是等于说中间先把你隐形了一下，它就有一个又飘出来，就很像你在山雾那个对啊很渺茫的那个氛围。是，然后过一会臭氧的慢慢退去之后，那个木质调会再跑出来。所以其实我一直都觉得它是一个带木质香气的，就是很冷冽高山森林那个氛围。对。我觉得现在这一支在我身上就是冷冽的山上，却带着飘出淡淡贴肤的花香出来。虽然它的香料表里面没有花，但我一直都隐约觉得它就是带着花出现。好，那有啊。不管学姐说的这个臭氧，这种空气感、空气稀薄感，我觉得这个臭氧可能就是要表达它这个稀薄的感觉。山上很冷嘛，对，一定是氧气是非常的低的嘛。好，那他把这个情境跟感觉都做得非常的到位。不只是给你嗅觉，它让你视觉都有了。也让你身临其境，所以我们喜欢现在
目前眼前一片雾蒙蒙的水汽感、冷冽感，然后又加上贴肤感。好，来，那林心丽这一支，我觉得它真的还蛮贴肤的。它这样子你可能我觉得已经有点，不知道是因为我们闻太多的，对哈，不然如果一般来讲应该还 OK。但是如果相较起来，我觉得它的跟其他它的还是 Creed 香水吗？应该以他们家来讲，它算是也是 Creed 家表现不张扬的那一支吗？对，它又蛮贴肤感的。对，然后你说刚那种，它刚真的是一度就是有那种已经怎么味道有点被盖住，你说那种臭氧的那个感觉，就是蒙蒙的有一层的感觉，然后现在又再更明显一些出来了。对，前后其实它的变化到大概1个小时左右就有这样子的变化，没有走太长的时间。那它这一支有一个蛮大的特色，就是它会让你似有若无。一开始它很飘忽，一下出现，然后一下好像又不见，然后又再度出现。它是让你这个前后都有不断的，很像进入这山上迷雾，眼前一片雾，然后又拨云见日，然后又再来，哇，果然很像在高海拔的山上这种风雨变幻莫测的这种感觉啦，真的是蛮厉害的，真的是蛮厉害的。人家为什么说这是经典中的经典？确实，他连把香味都做到很像你置身在高山上，捉摸不定的那一种，对于气候捉摸不定的那种，不知道下一秒会变怎么样。对。OK， 而且我觉得它的味道，刚那个茶香味还是有持续，还是有，然后它没有前面那么明显了，但是我觉得它的那个柔和感就是在更柔一些，比刚刚开始。它那个茶香有点像你的茶叶泡了很多次，然后最后已经淡掉了那个茶叶的那个香气，但是淡淡隐约还是有一些。这一支有麝香的底在里面，后面还是有，后面是带麝香的雪松，所以你刚刚前面才会觉得，你刚刚形容的蛮对，就是他们不是泡松针叶的那个茶，对，有，哇，厉害。好 ，OK， 那这一支我们来讲一下，你们会给他这一支持香，0到10分给几分？持香9分。9分。那林心丽呢？不晓得它会持续多久，但它现在目前，因为它蛮贴肤的，所以我也是应该还是给9分，因为但我不确定它5-6个小时后是不是一样就是这样子一直走到后面这样。对，因为有些香水可能刚开始这种感觉，但是它可以持续这样子一直5-6个小时、7-8个小时，还是一直有，那它的持香度就非常的高。但目前闻到可能会觉得它就是比较贴肤，好像不会走那么久。我们先给9分。OK， 好，扩散性嘞？扩散性学姐给几分？一开始的扩散性是好的，但是后面变贴肤，对，所以我还是给他9分。OK， 9分。林心丽嘞？8.8。8.8。那来总评分哦，总分学姐你会给他几分？总分我反而会给他9.5分。因为我觉得调香师有把他想要表达的情境真的调在这一支香水里，所以他利用这些香材可以调出这些情境来，我觉得他调的算是很厉害。而且我觉得他算是第一支想把那种冷冽的那种氛围，调在香水里的，对，算调得很好的一个作品，对，所以后面才会有这么多相似的东西出来，所以它其实调的算是成功的一支香水。当你被后人模仿的时候，表示你是成功的，对不对？人家才会仿效嘛。好，那学姐是9.5吧？而且我觉得它是一个带清新柑橘还有茶香的木质香调。是，对，好，那林心丽呢？这一支总分你会给几分？我要给他9.8。9.8原因呢？9.8的原因是我觉得我很喜欢它前调，一开始就是大概5分钟那个感觉很舒服，很好闻，非常棒。然后到它就开始走到中调，就是茶香那一块也很好闻。然后后调它又转进另外一个层次，好像你说在山上有没有？它从你一开始爬山到你可能扎营，然后休息。
然后到你最后就是终于卸下所有的那种装备，然后已经都完成很多事情之后啊，就是可以放松休息的时候，这种很舒服的感觉，后调有呈现这样子的这种氛围，很棒。好，非常好。那这一支我给它9.9分。对，我喜欢它表达山上，高山冷冽、空气稀薄的这种情境。那中段就是雪融化的味道，加上了松针叶，来一杯松针叶的热茶，提振精神的茶香。那到最后的贴肤感，冷冽的山上加上贴肤的味道，表达这个风云莫测的这种情境，很厉害，9.9分，好不好？非常谢谢大家看我们这一支，终于把 Cree 的银色山泉介绍出来。好，那这一支经典，那相信后面很多人如果搜寻影片的话，一定可以找到我们来讲的这一支，好不好？希望你们会喜欢，试看看。没错，有机会我们已经打开了，就来现场试香，找学姐试香喽。好 ，OK， 下支见喽，拜拜。拜拜。